我是瓜皮儿。明日传奇第4季前景提要：科纳内暴走抓伤蒙娜，加入传奇的康斯坦丁试图拯救被恶魔内龙附体的爱人失败，破裂的时间线被修复。管理局响起逃亡者的警报，汉克扭曲事实，把狼人逃走的事情怪罪到蒙娜头上，甚至还找了个 PS 大师，他要开除蒙娜。夏普只好着手工作，传奇会把狼人带回，盖瑞负责擦屁股。蒙娜从昏迷中醒来，因为工作特殊，伤情并不能告诉他的华人父母，他们觉得自己很失败。离去后，盖瑞出现，他不相信黑人的描述，还要炒了蒙娜。争执之下，咔嚓咔嚓晃了他好几枪。盖瑞把外套和传送带交到他手上，然后等着吃午饭。从医院逃出后，在垃圾堆里遇到了想要看望他的科纳内。管理局的腿子出现，二人逃进角落。蒙娜情急之下打开通道，科纳内进去之后，传送带被踩碎，来人却是雷克萨瑞尔，他也不知道狼人去了哪里，接着被米克一枪麻翻。扎利希望能通过传送带定位狼人，结果得到了一堆碎片。人们口中的狼人是个半神，而且还是国王，幕后黑手是黑衣人，他们要伤害魔法生物，传奇会调查此事，同时还需要蒙娜帮助找到科纳内。基丁发现在墨西哥毒贩被不明野兽袭击，乘波号穿越而至，根据魔法信号显示，众人来到拳击馆，而今晚的主角正是狼人埃尔拉伯。仅仅6个月时间，埃尔拉伯就爬上了摔跤的顶端，他的荣誉启发了许多影视行业。他们分成2队，二人混进观众台。康斯坦丁和萨拉打探消息，双子恶魔登场。在提到埃尔拉伯后，旁边的埃尔库拉答话：戴着金色面罩的男人闻名于墨西哥，启发影视行业的人应该是他。但因为从不按剧本表演的埃尔拉伯的出现，他开始屡战屡败，不败神话登场，战火燃起，观众席因他而开始沸腾。在以超级英雄的姿势登场后，对手已经开始肾虚。另一边的管理局还没有发现狼人的踪迹，而汉克要求他在募捐晚会前办完这件事儿。他妈抢过电话提醒他记得来参加晚会。内特发现扎利进入汉克办公室，他把蒙娜的口述告诉内特后，还拿出了监狱被删除的证据，而里面的号码正是内特他爹的。埃尔拉伯不出意外的获利，他享受着观众的崇拜和仰慕。蒙娜引起他的注意后，埃尔库拉登台发起挑战，输者要摘下面具并且永生禁赛。他接受挑战后，观众席开始沸腾，时间定于了1日下午。人群散去时，蒙娜向他走去，却被人群击倒。科纳内一个飞扑抱起了蒙娜，康斯坦丁认为他很绅士，还想抽根烟。二人来到他的住处，蒙娜知道他想念夏威夷，聊天之余给他做了个花冠。二人沉浸在这份美好当中，为了修复被删除的视频，他们要偷走汉克的手机。刚好内特晚上要参加晚会，扎利可以假扮他的女友。蒙娜看他吃饭的时候，突然察觉有人接近，再扭头已经消失。蒙娜说他不会伤害任何人，结果现场打脸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，还跟米克玩起了高难度。蒙娜再次出手阻止，二人靠近后被萨拉突如其来的一击麻醉剂麻烦了。扎利正在为晚会做准备，他把汉克篡改监控的事情告诉萨拉。夏普正准备一同去参加晚会，结果电梯门打开后，消失1天的盖瑞已经忘记自己是谁，甚至还不知道头去了哪里。飞船内传来夏普的消息，蒙娜和狼人的失踪让事情失控。说着说着看到了蒙娜，再扭头看到了狼人，他要派人过来将他们带走。但现在二人还有用，萨拉挂了女朋友的电话，他要和夏普面对面谈话。出门前交代雷好好在家待着。成为临时船长的他发明了团建小游戏，基丁恩检测出时间线的波动，埃尔拉伯的突然消失使国民开始抗议。修复时间线远比打牌搞团建有意思。在二人的怂恿下，雷怒大吼二人以情侣的身份出现，内特他妈过来打招呼。扎利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妈想要抱孙的心情。老太太离去后，内特注意到她脸红了。萨拉找到夏普，为了防止被监听，简单的搜了个身。夏普想要人，萨拉不给，二人不欢而散。训练当中，科纳内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，埃尔库拉准备使出终结技，结果直接被扔出擂台。蒙娜试图劝说他，还引用了米克写的小说的故事。蒙娜以为找到了书友，他只说自己听说过。如果他明天输了，他们俩就会像格里玛和她的男朋友一样，趁着黑夜逃进森林。夏普吩咐人手去阻止科纳内比赛。谈话中还有另一只耳朵。汉克登台领奖前，内特提议拍照留念。他妈说：“我们一起来喊孙子。”在主持人的介绍下，埃尔库拉登场，康斯坦丁假扮他的教练，而另一边的埃尔拉伯则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登场。裁判雷让二人来到擂台中央，顺便讲了讲规矩。
募捐晚会这边，二人趁着汉克登台演讲，恢复了被删除的监控。内特的心里五味陈杂，狼人屡屡战败，观众的欢呼声中，调查局的人开始介入。康斯坦丁拿起一瓶酒，这边已经开始打斗，他向着他的脑袋啐了过去。查理站在桌子上煽动人群，二人从对手变成了队友。不明物体飞过，大哥把毛巾扔了过去，狼人被一拳干倒，掏出枪后，另一边的黄金战士一击圆月弯刀将他干倒。气氛再次被点燃，这次所有人都在欢呼他的名字。他伸出手扶起狼人，致敬着全场观众。历史被修复，但对夏普造成的情伤不可逆。他挂断了电话。内特把监控的事情挑明，为管理局他一直在冒很大的风险，他只需要内特信任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他真相。他决定自己去探索。传奇破坏了那群人的计划，他们要进行下一步打算。按剧情来说，种族不同的他们不能在一起。蒙娜说后面的故事还没有出版，你咋知道的？米克说，我就是知道。萨若带着礼物来和好，传奇只会站在真理那边，但是没有汉克就没有管理局。夏普不管他要干什么都会随他。谈论无疾而终，萨若只好离去。蒙娜准备把他送走，离别前二人还在煽情。突然身后枪声响起，科纳内身亡，黑衣人把他拨到一边。蒙娜肾上腺素分泌过多，眼睛变成黄色，手指变得干干巴巴，身形变得虎背熊腰，面容极为接近野人。他把枪夺到手里捏碎，黑衣人发出惨叫。米克赶了过来之后，只看到了蒙娜。大领导在发布会上说自己爱撒谎，还分享了许多自己的小秘密。发布会过后，他发现自己不能撒谎，但历史上他曾用谎言改变世界。他们要调查出大领导不能说谎的原因。调查局淡忘蒙娜之前，先把他在船上放着。当务之急是拯救历史。夏普状态不佳，汉克来顶替他。查理作为内特女朋友以及新员工加入，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捕传奇。二人表示支持，还不忘秀一波恩爱。传奇消失，他们被困在调查局，夏普不在，看来只能找另一个人做后援了。查理找到盖瑞，扯了一会儿犊子之后，汉克的意图以及手机的拷贝信息都交到了他的手里。他用这些找出汉克的把柄。蒙娜在卫生间边看伤口边回忆，米克还以为他出了事儿，见到后嘱咐他别碰红色按钮就行。蒙娜想和萨若聊聊，鉴于他现在是个逃犯，萨若希望他能待在船上，每当他想张口都会被打断，他们还要做任务。米克看着他，不要碰那个红色按钮。他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好，但这样没法参加明天的发布会。医生们建议先从一剂镇静剂开始。查理的能还没有恢复，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接他。他用出了吃奶的力气成功变身。二人穿过来，把调查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。在扳倒汉克之前，他们不能被抓，必须和队友尽快会合。三人穿越而至，黑衣人发现了他们。康斯坦丁殿后得知大领导被绑后，汉克试图激活基迪恩，但是全在二人掌控之中。几人正琢磨着怎么逃走，出现了一辆房车，还要在传奇的必经之路设下关卡，只要他们发射信号，管理局就能监测到。蒙娜还惦记着把那事儿告诉他，结果再次被萨若打断，还说让他少添麻烦。雷打开收音机，米克放哨，康斯坦丁给他做检查，蒙娜给他们找衣服。查理被忘在了房里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他慌乱之下变成了个鸟样，打开门后非常礼貌地把探员劝退。他醒了过来，康斯坦丁抓住他的下巴后发现缘由，在咒语的催动下，马特的使者从他嘴里爬了出来。他以谎言为食，他的宿主只会说真话。他被放进储物箱。蒙娜再次试图找他 talk， 萨若只说让他看好这只虫子。盖瑞试图把线索与线索连接到一起，结果发现自己织了件毛衣。没辙之后，他决定来找诺拉。汉克的秘密又多了一个人知道。蒙娜看他蔫不拉几，想让他多呼吸新鲜空气。罐子被萨若拿到，但是后来来了辆警车，停下来后，警察走到窗边，雷在疯狂说谎，结果大蟑螂飞进了他的嘴里。他说自己是时间旅行者，还绑架了大领导。康斯坦丁念咒，他被吐了回去。警察的无线电被拦截，查理想到一个联系大家的方法，在萨若的怂恿下，他成了逃犯。二人扑了个空，汉克要征用他的车、帽子还有眼镜，他可算是过了一把瘾。康斯坦丁两手一撑，房车变出镜像，二人再次扑了个空。电台出现问题，只能收到一个频道。市民 Z 在向他们发出暗示，他又醒了过来，不过无伤大雅。诺拉突然化身技术流，但是文件需要密码。盖瑞与他联系，他要内特套出密码的同时不要打开收音机。他拿起对讲机，开始和汉克聊起童年。当爹的敞开心扉，但也把他们想要的答案说了出来。内容不仅跨越时间，还记载着爱情合集。听到门外动静之后，二人藏了起来。进来的这个人转了一圈，他感受到了诺拉的存在。
汉克接起公用电话，得知他的账户被人动了手脚。雷建议搞个团建，康斯坦丁想说谎，结果说成他们肯定不能帮自己对付内龙。雷说遇到你之后，我会想象自己是黑暗之神。康斯坦丁说原子热浪是什么傻名字。米克说我好想长出长头发来。雷说我感觉我们要完蛋。蟑螂这次钻进了萨瑞的鼻子，他现在没了女友，还丢了飞船，这些都是拜蒙娜所赐，他愧疚的离去。但如果他一个人在这里肯定活不下去，虫子被吐出来，萨瑞和康斯坦丁去确保他的安全，心情不好就想吃点东西，大概管理局的人也是这么想的，气氛有点尴尬。汉克打开收音机，听到了扎利的暗示，车子在公路上掉头，他让所有人员都往扎利所指的方向赶去。他们顺口骂了下狼人，蒙娜站出来打抱不平，大哥又骂了一遍，他一生气，结果也变成了狼人。二人来到服务区，四周变得异常安静，屋内突然飞出个人，接着人们开始逃窜，他们跑进来看到了蒙娜。萨瑞才知道蒙娜当时想和他说啥，房车被驻停，复杂人赶到，雷还觉得出现了转机，他解释这可能是个误会。汉克宣布他们罪名的时候，领导走下车，听到谎言后，真话虫按捺不住钻进他的嘴里，然后又开始说真心话。康斯坦丁施法将他困住，但是法师近战没啥优势，也就刺客还好一点。蒙娜并没有失去理智，他被萨瑞伤透了心，不过蒙娜并没有下杀手。听到内特说谎后，蟑螂又爬进他的嘴里，谎言使他和父亲之间产生了隔阂。身为父亲，他有难言之隐，做这些都是为了内特。在说这些的时候，真话虫并没有钻进他的嘴里。为了内特，他放弃对传奇的偏见。萨瑞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试图得到蒙娜的原谅。他一边哭着，一边恢复原样。三人赶来与队友会合，扎利驾驶乘波号出现，汉克希望他们在一起，内特其实也这么想。终于有人想起来要帮他把虫子取出来。虽然小姑娘很烦人，但是传奇不介意多一个魔法生物。盖瑞成功发现了汉克的秘密，他们把魔法生物基因用在志愿者身上，为的是制造超级战士。内特心里五味陈杂，扎利试图安慰，可他现在只想静静。汉克被戴兹找到的时候，非常愿意投资这个项目，现在表明拒绝态度后，被戴兹取走了性命。诺拉感觉不对劲儿，用魔法吸收屏障之后赶来事发地，却只看到一具煞白的尸体。这一幕被内特看到，其余人赶过来后，他百口莫辩，只得将众人击退，选择暂时撤离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